看不过中国车厂，特斯拉还有没有希望？特斯拉财报超逊，毛利率降至 17.6%。自从特斯拉前几天出了第4季财报之后呢，就出了一堆负面新闻，股价也是跌到不行。特斯拉的财报真的有这么差吗？特斯拉还有搞头吗？嗨，我是小胖，你也可以叫我肖邦。今天这集影片呢会分成3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会来聊一聊特斯拉这一季的财报到底好不好。第二部分呢，我会告诉你这一次法说会的3个重点。那最后一部分呢，我会再跟你分享我对于特斯拉的看法，以及现在到底能不能够投资特斯拉。如果你手上刚好持有特斯拉的股票，或者是你正准备要买特斯拉的股票，那你一定要把这集影片看完哦。鼻音好重，怎么录啊？现在天气那么冷，鼻子有够过敏的，这里都是塞住的。本来我是不想录的啦，但是为了你们，我还是会把这一集录完，因为我实在是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特斯拉这季的财报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要知道录一支影片真的是蛮不容易的，我如果卡词，我就要再重新录一次。如果流鼻涕的话，我又要擤完，然后再继续录下去。你看，我这边准备了一包卫生纸，随时都要擤鼻涕。那看在我这么拼命的份上，就帮我按个赞吧，给我一点鼓励。你按个赞，我这边就会通了。OK，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2023年特斯拉第4季的财报好了。我觉得特斯拉这一季的财报算是可圈可点啦，虽然算不上说很好，但是我觉得也不算太糟，至少没有像新闻讲的那么糟啦。特斯拉这一季电动车的收入是21563，只比去年同期成长了1%。那这个当然就是很多投资人不爽的地方啦。虽然还是有成长，但是这个1%对于特斯拉来说真的是太少了，这样子的表现说实话是真的不是太好啦。那能源储存收入的部分呢，就比去年同期成长了10%，然后服务跟其他收入也成长了27%，整体的营收呢只比去年同期成长了3%。那这个当然是因为电动车的收入成长幅度太小，所以整体的营收成长幅度也蛮小的。那再来是很多人都很在意的毛利率，特斯拉这一季的毛利率呢比上一季下降了 0.3%， 来到了 17.6%，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6%左右。我知道大家都觉得特斯拉的毛利率越来越差了，是最近3-4年以来最差的一次，然后可能就会觉得说，特斯拉是不是不行了啊？毛利率一直掉啊，是不是特斯拉要完蛋了？但是呢，我反而觉得特斯拉这一季的毛利率其实它还算表现的蛮好的。怎么说呢？你仔细想一下哦，特斯拉汽车它是从去年开始就开始降低售价了，那可想而知，降低售价毛利一定会下降嘛，这个是肯定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去好好的观察特斯拉有没有好好的在控管它的生产成本，因为你售价降下来，你势必就要好好的去控制你的成本嘛，否则如果你没有控制好你的成本，你的利润就会非常的低。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去观察特斯拉控制成本的能力有没有越来越好，这样子才会有利润嘛。那你可以看一下这一张图哦，这个是特斯拉过去这几季每卖出一台汽车的成本，你可以看到哦，从2022年 Q4 到现在啊，它的成本是一直在下降的，而且是稳定下降的哦。这个就表示说特斯拉其实是花很多心力在控制它的成本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特斯拉的毛利这一季表现还不错的原因哦。如果特斯拉它没有在控制成本的话，理论上呢，它的毛利率应该是会下降更多的，不会像现在这样只比上一季减少 0.3% 而已。再来是营业利润率哦，这一季特斯拉的营业利润率呢是比去年同期下降了8%左右，但是比上一季成长了一点点。那这当然是因为营收比上一季的成长幅度大于毛利率的下降幅度，所以呢，营业利润才会比上一季还要高。这可能比较不好理解哦，我再讲一次哦，这一季的营收成长的幅度比毛利率下降的幅度还要大，所以 operating margin 呢才会比上一季增长了 0.8%， 才会比上一季还要再多一些些。OK， 那看完季度财报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年度的财报，因为这一次是出第4季的财报嘛，所以第4季出来，那等于是年度也结算了，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年度的部分哦。那特斯拉今年的电动车收入呢，是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15%， 能源储存收入呢成长了 54%， 其他服务性质的收入呢成长了 37%， 整体的营收是成长了 19%。如果是以年度的成长率来看的话，我自己是觉得还 OK 耶，营收成长 19%， 我觉得并不差啦。我不认为特斯拉有像刚刚讲的那些新闻
讲的那么糟糕。至于毛利率呢，因为售价调降的关系嘛，所以就降到了 18.2%， 比去年下降了 7%。那理所当然的净利也就下降了嘛。今年的 operating margin 呢来到了 9.2%， 比去年也是下降了7%左右。那从年报来看呢，我个人是觉得可圈可点啦，它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好消息呢，就是其实我觉得它整体的营收都有成长，而且成长的幅度不算太差。那坏消息当然就是它的毛利跟净利都下降嘛。不过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都是可以预期的，因为它价格就调降了嘛，所以这个东西一定是可以预期得到的。哪有可能售价调降，然后毛利率不会减少的？我觉得这个蛮困难的啦。那从以前其实我就一直很强调说，你要投资一家公司，你要投资股票，一定要花一点点时间去研究、去了解它。至少你要知道这间公司到底是在干什么的，它赚不赚钱等等的。虽然我蛮常在 YouTube 上面跟大家分享一些公司的财报啊，但是影片毕竟也只有10几分钟嘛，我只能捡重点说，我只能讲那些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东西跟你分享，我没有办法把所有分析的细节、所有的内容都跟你们聊，所以我特别录了一个41分钟的影片。这个影片呢是专门给美股投资人看的。那在这个影片里面，我就会比较仔细的去教你怎么看公司的财报，怎么样去了解公司到底赚不赚钱，投资它有没有风险。如果你也想要进一步去学习怎么样去看财报的细节，怎么样去找到好公司，欢迎在下面的资讯栏点击连结索取这个免费的影片哦。OK， 回到我们的主题，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法说会的内容。这次的法说会呢有3个非常大的重点。那第一个重点呢，就是特斯拉在2023年的汽车产量跟交付量都创下了纪录，来到了180万辆。首先呢，在这张表我们就可以看到哦，特斯拉今年生产了184万辆的车，然后呢也交付了将近180万辆车，这个真的是打破了纪录。不过啊，我认为以后的汽车产量跟交付量只会越来越多。你看现在特斯拉这4个超级工厂，包括加州、上海、柏林、德州这4个厂的产能，我稍微加总了一下哦，产能加总起来呢，大概是235万辆左右。那现在呢，内华达州的这个厂已经在试生产了，然后另外这2个厂也在开发中，所以我们可以合理预期的是，特斯拉汽车未来的产量是绝对会继续增加的。另外呢，还有一件事蛮值得讲一下的啦，就是在2023年 Model Y 已经成为了全世界最畅销的汽车，而且呢是所有类型最畅销的汽车，不是只有电动车哦，它的总交付量呢超过了120万辆，这个真的是 amazing。法说会的第2个重点呢，就是2024年汽车数量的成长率可能会比2023年的成长率来得低。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2024年的产量或者是交付量应该还是会成长的，只是这个成长的幅度不会像2023年这么大而已。也就是说呢，2024年的营收成长可能不会像2023年这么多。那这其实是因为特斯拉在2024年呢，他们会比较集中精力再推出下一代的汽车。在这次的法说会，公司就有讲啊，2024年我们的销售成长将会较低，因为我们正在努力让团队集中火力推出下一代汽车。那关于下一代的汽车呢，在这一次的法说会，特斯拉并没有明确的说明，也没有讲太多的细节，所以这个部分呢，等之后如果有产品发表会的话，我再专门做一集来分析一下特斯拉的新产品。至于第3个重点呢，就是特斯拉不只投资了 NVIDIA 的 GPU 来满足它对 AI 的需求，同时呢，它也开发了自己的 AI 晶片。这就是为什么特斯拉的研发费用始终都很高的原因哦。你可以看到哦，特斯拉在过去这5年，它的研发费用是越来越高的。那这个主要呢，就是因为特斯拉非常积极在投入 AI 跟产品上面的研发，所以 operating expenses 才会这么的多，尤其是最近几年更明显啦。总之呢，虽然整体财报没有到非常的好，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像新闻讲的这么差啦，至少产量、交车量、营收是都有在成长的，而且你看今年成长了15%，只是碍于毛利率的下降跟研发费用一直在增加，所以它整体的财报表现没有那么好，它的净利没有那么好看。再加上特斯拉自己也有说嘛，明年汽车的数量不会像今年成长的这么多，所以不用去期待说特斯拉明年的营收会有多大幅度的成长，然后净利应该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更不用去期待说它明年的股价会涨得多高。所以呢，我是认为啊，短期的话，我不觉得投资特斯拉会是
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以长远来看呢，特斯拉的本质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嘛，特斯拉它一直都很认真的在降低它的生产成本，也很积极的在投入 AI 的研发，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它已经在规划它下一代的汽车了。所以说，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一直有在往前走、往前进的。所以我认为，如果是长期的话，长期5到10年，甚至是更久的话，投资特斯拉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只是说，你就必须要很有耐心。那以上都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适用每一个人。你在投资之前呢，最好还是先去评估跟做一下研究。如果这样的分享有帮助到你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有帮助到我，这样才不枉费我一边流鼻涕还一边在这边录音。好啦，那如果你喜欢我这一集影片的话，记得要帮我按个赞，然后分享给其他朋友。那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未来的内容，也要记得来订阅我，并且开启小铃铛哦。那我们下集影片见，拜拜。